这一集的一口气念完，会让你知道大阪3天2夜的独旅行程中，我都在想些什么。那么我们就一起出发旅行吧。晚上11点半抵达桃园机场，出关直奔环亚贵宾室。凌晨12点这个时间几乎是爆满，幸好我出关动作快才有位置，懒得排队吃牛肉面，随便盛一些不用排队的食物来果腹。没想到咖喱鸡跟油饭蛮好吃的，不知道是不是运动完的关系才特别饿。吃饱了还没有睡意，就待在贵宾室滑手机休息，等到登机。这次搭捷星来回，凌晨去下午回，难得这次坐到窗边的位置。一般人喜欢坐窗边看风景，但对我来说，窗边除了可以看风景，就没有其他好处了。因为出入不方便，下飞机也会比较慢。半睡半醒的情况下，看到窗外的美景，也是个半睡半醒的太阳，在云层上微微升起，让我忍不住欣赏，然后也就睡不着了。下了飞机，闻到大阪的空气，跟冲绳的感觉很不一样，终于有出国的感觉了。用了20分钟出关，因为想节省时间跟力气，所以这次有买接机服务。一路上风光明媚，这么好的天气，不需要自己搭车扛着行李人挤人，还能看着风景，只花了50分钟直接到饭店，是这趟旅游完美的开局。而且坐得太舒服，还不小心睡着了。放好行李时是早上7点40，悠闲的走到咖啡厅，沿途欣赏中之岛的风景以及这里的上班族气息。在这个商业大楼电扶梯后面，藏着我要找的咖啡厅 Grish Cafe Osaka。咖啡师介绍的很专业，手法利落，是我喝过最好喝的拿铁。看着别人在赶路上班，我在旅游喝咖啡，这种感觉有多爽，你知道吗？接着往后面走，是有宇宙船猫的中之岛美术馆。虽然早上9点还没开门，但本来就是打算看看而已。走到附近的金板电铁，搭回到南波桥站，出来就会看到中央会议厅。往后走就是有100年历史的中之岛图书馆，只是走着它的楼梯，可以感受到它的年代感。其他内部展示不能拍照，大家就自己来看咯。出来沿着河畔走5分钟，就来到童书之森。外面的青苹果算是知名地标，我进到内部躲太阳，里面有大量的童书，适合带小孩来同乐。接着搭地铁来到南森町站，在天神桥经慢慢散步逛街，来到这间汉堡排摆名店Niku Sanguma，排队的全是日本人，这里的汉堡排真的会喷汁，不要不信邪。吃饱往梅田方向走，到阪急东通商店街遮阳吹冷气，穿越阪急来到我要逛的百货 Happy Five， 这里很好逛，是年轻人的聚集地，还有迪士尼的商店可以看看。逛了2个小时后，到阪急 B1 买伴手礼 Sugar Butter Tree， 买完赶快离开，不然荷包会撑不住。走到地下迷宫，可以轻松看见 We Love Donuts， 在这吃个下午茶休息片刻。此时外面的太阳已经缓和了下来，在温和的太阳下，到芦田神社看看，里面还蛮有特色的，是恋人的圣地。走到他们的商品区，发现这里的东西很丰富，扭蛋、超大玉手很有特色。慢慢散步回到住宿 check in， 休息了片刻，出来的时候正要日落，走到电屋桥的 Station One 大楼。搭电梯直达30楼，这边是一个半户外的观景台，所以没有冷气。往下看的时候，心里会毛毛的，算是个比较冷门的景观点，人相对少。对面有个叫 Wild Earth 景观台，人就比较多。至于那边美不美，我就不清楚了。有看过的人可以跟我说一下心得。景观台待的时间不长，大概10分钟就走了。搭地铁到梅田，找到 Links 这栋楼的 Uniqlo， 1楼的全家有卖看起来很好吃的可丽饼。往上走，找到 UTME 的区域，来这里制作我的小帆布袋，非常简单迅速。日币1990结账完给店员，等70分钟就可以来取货。等待期间去吃晚餐，经过重重迷宫，终于找到利久牛舌，CP 值极高，品质优秀，推荐给不想花大钱又想吃极品日本牛舌的人。吃饱到梅北广场散步，这里的标的是个绿色喷水桥熊。虽然不是很懂它的设计理念，但这个广场蛮不错的，宽阔干净，还有街头艺人演唱。搭电扶梯来到2楼，这边是个不错的拍照点。时间差不多取回我的东西，这里真的四处都热闹，连接的空桥加上灯饰，跟板桥车站附近有点像。到有都巴西逛逛，主要看看玩具、3C， 还有运动用品。逛到快关门，就往阪急3番街走，要吃神作拉面。这个拉面汤头很清爽，很好喝，台湾人一定会喜欢的。回到北滨的住宿前，经过便利商店一定要进去晃一圈。太好了，有明治奶茶，可以让我洗完澡之后透心凉一下，慰劳我这一整天走了35000步。
第二天睡到8点，去吃饭店早餐 buffet， 虽然中规中矩，可以自制优格碗还不错，牛奶好喝可以一直喝，顺便通一通肠道。整顿好出发中之岛公园。5月是玫瑰花园开花的时候，此时已经接近尾声，有点小可惜，剩下零星的玫瑰花丛。在这里逛逛拍拍半个小时后，喝个饮料再出发，往天满桥的方向散步。这时候这里都空荡荡的，大家都在上班上课。来到这边的地铁站，打去下一个目的地鹤桥。一出站就感觉到浓浓的韩国味，真不愧是大阪的韩国街。这边有个烧肉，一条街蛮有名的，打算来吃个商业午餐。赶快冲进我要吃的鹤桥烧肉本店，因为已经开始下雨了。商业午餐真的是划算又能享受到美味的好选择，这样吃很有仪式感，也吃得饱，而且这家真的蛮不错吃的。总之这餐吃得很满足。本来想走到更远的裕信通商店街，但因为下雨的关系，我就只在鹤桥商店街逛而已。这边就真的很韩国，相信到了周末或晚上应该会更热闹。我们来到下一个桥，日本桥，算是观光客很多的地方了。除了黑门市场之外，还有大家很爱的动漫周边、玩具模型、女仆咖啡厅等等的。前年在这边买的2.5条悟，至今我还没组装就是。后来雨越下越大，我在这边差点滑倒。下雨加上瓷砖地，还有鞋子已经走到快磨平了。昨天都在躲太阳，今天就是在躲雨，于是跑到扭蛋店躲一下。看到昨天要排队才能扭的三丽鸥扭蛋机，来这边的客人几乎都是来扭这台的，我也跟风扭了一颗，外加一颗被面包夹住的猫。接着继续走向隔壁的南波，雨从用下的变成用倒的，赶快冲进南波 Park 躲雨。经过 Herbs 排队排爆，赶快先跑去别边乱逛，有卖很多杂物的，卖手作材料的，电影院，还有 Loft， 非常好杀时间。看户外雨变小了，就看看这边的空中花园。有一种都会丛林的感觉，不是士林夜市那个都会丛林。再回去看看 Herbs， 只排4个人，赶紧跟上，10分钟就入座，实在有点 lucky。只是餐点要等比较久，但想一想，至少我排队没花什么时间，就觉得没什么了。刚好坐着休息，滑滑手机，蛋糕没让我白等，光分量跟水果新鲜度就很值得。吃完还真是有一点饱。如果不想内用，旁边有外带柜台可以买。离开的时候，外面又排了一堆人。天气转晴，先去千日先前商店街逛逛，这边主要都是卖一些厨具的，甚至是看上去超锋利的武士刀。但我看欧美游客都在买瓷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走出来就是南波广场，刚好有想吃的月花章小馒头，内用还可以配着茶来吃。我只记得超级烫，所以赶快塞到嘴巴里，因为嘴巴对热的耐受度比手还要高。南波广场可以感受到一股轻松惬意的观光气息，地面宽阔，大家在这边或坐或站的休息、吃东西、聊天。还有个远看很像在比中指的雕像，这是笑坏我了。往新斋桥美国村的方向移动，这里人就比较稀少，也没什么好逛的。但我的目标是这间沾面雀。收起小伞，进到小店买了小票。餐点上桌，大力搅拌、大碗蘸酱、大口吸面、大肆流汗。吃完觉得明天蹲厕所应该还会再拉一次。吃饱继续逛，进到大丸百货人最多的酒楼，来朝圣一下这里的宝可梦中心。人气实在太旺了，宝可梦咖啡厅没预约根本吃不到。旁边的卡比咖啡厅早早7点就关门了。这里的 Jump Shop 也很值得看看，除非你是从来不看动漫的，那就跳过。另外还有森林家族的商店。如果我有女儿，我应该会买给她，能当玩具也能当摆饰。这边休息区有个不错的视野，可以看外面，旁边就直接通到卡鲁口。下到6楼又是一堆人气 IP 可以逛，像是史努比、拉拉熊、有点过气的吉伊卡哇、蜡笔小新、Kitty Land， 以及我比较有兴趣的卡普空，但只能晃一下，因为这边百货8点就关门了。逛完要干嘛？没错，就是要继续吃。这个绿色招牌的 Shake Shack， 本来不抱期待的。因为之前去冲绳被 A&W 雷到有点阴影，结果拿到餐点有惊艳到，汉堡很漂亮，光看就知道它一定很好吃。然后没多久就被我吃完了，剩下我就不用解释了吧。外面排队的人潮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接着准备好要人挤人了，走过最热闹的商店街，逛这里的 Uniqlo 还要排队，真的很扯。往前走到有名的跑跑人，我朋友问我有没有跟他合照，我回他说这个还需要拍哦。然后就被他们调侃了一番，因为我来过太多次了，但他们没有来过，所以是我的错，抱歉。花了1分钟穿越这座桥，继续走最热闹的街。可能下雨的关系，发现这边的章鱼烧生意都不太好。慢慢走到另一侧的桥，这边人比较少，看过去有种城市烟火气息的美感。然后我发现南波这间游乐场夹娃娃的中奖率好像特别高。
看到很多人夹到，我自己不敢夹，因为行李空间不够。最后回去前想找间串炸来吃，但实在没看到喜欢的，想买551也刚好打烊，只好回北滨住宿。相对南波的热闹，北滨真的好安静，甚至还听得到打钟声。附近随便买了章鱼烧、奶茶还有点心回去，配着自己的频道一起吃。章鱼烧小失望，没有上次的好吃。这个红豆糕大失望，还不如吃羊羹。只剩明治奶茶最棒了。第3天早上，就近走到北滨附近的河岸咖啡厅，来这边欣赏河川配着早餐。本来以为会很轻松悠闲，但天外飞来麻雀所食，只能先嗑完早餐才能继续欣赏。这里的麻雀应该是惯犯了，不然不会这么的熟练又不怕生。回住宿退房后，在饭店大厅坐着，等待送机的车子。提早来到机场，走到国内线，发现很多餐厅可以选择。走了一圈，决定吃金子半自助的天洞，因为没吃过，想要吃看看。分量跟餐饮品质都蛮不错的，有弥补到早餐的匆忙。出关后可以再稍微逛一逛，但这时候的关西机场大部分都还在整修，想喝的 Toris 咖啡也包含其中，只好慢慢走向另一边。途中发现每个点的贩卖机饮料内容都有点不太一样，终于走到这边唯一的便利商店，可以再买点小零食什么的。我买了布丁圣代杯来吃，前几天有看到，但觉得实在太胖了，现在买来满足一下自己就很适合。这就是我很临时的3天2夜大阪独旅，喜欢帮我按个热推让我知道。齿轮，我们下趟旅程见。